大家好，我是谭一中，欢迎来到康养晚年。今天我想跟大家推心置腹的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关系到咱们晚年生活质量的根本。我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聪明人到了晚年都在过低配的生活，你可别一听低配就撇嘴，以为我要劝你省吃俭用，凑合过日子。我说的低配不是让你将就，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为了把咱们的后半生活的安稳、自在、有尊严。你想，到了这个岁数，如果还攥着年轻时那套高配标准不肯撒手，心里那根弦还绷得紧紧的，什么都不肯放，那后半生得多累。很可能就把本该最从容的晚年过成了一场手忙脚乱、心力交瘁的折腾。很多人对低配这两个字有本能的反感，觉得低配就是没面子。可是朋友们，咱们静下心来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这一辈子吃过的苦头里头，有多少是因为钱不够，又有多少苦反而是因欲望太大，心里装得太满。钱不够花当然难受，可你要是什么都想抓在手里，那份提心吊胆、患得患失的苦是不是更折磨人？年轻那会儿不懂，总觉得人生就得不断加码，不断往高处走，房子要住更宽的，人脉要四处铺开，觉得这样才叫风光。可等到年纪上来了，你才慢慢明白，原来真正拖垮一个人的，往往不是缺这少那，而是心里那个不肯停、不懂止的念头在作祟。这道理咱们老祖宗在易经里早就讲透了，叫做物极必反。月亮圆满了就要开始亏缺，水装得太满就一定会溢出来。人生也是这个理啊，你一路开足马力追求高配，迟早得在别的地方把代价补上。到了晚年，要是还拿年轻时的尺子来量自己、量儿女、量生活，那就是跟自然规律拧着来，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最后的结果往往很让人揪心。咱们喜欢把人生比作四季，我觉得特别形象。少年时候像春夏，生机勃勃，什么都敢闯敢试；中年像秋天，有了些收获，可心也开始累了。到了老年，就像冬天，表面上看似万物凋敝，没啥热闹了，可这正是归葬的时候啊。树木要把枝叶收回去，把力量藏到根里，稳稳地扎在土里，把气息沉下来，安安稳稳地积蓄能量，静静地等待下一个春天的生机。这是天地的节奏，是老天的安排。但现在很多人不服气啊，年轻时不肯慢，老了更是不肯慢。明明身体已经用各种信号提醒你要减速了，心里却还在跟别人较劲，跟过去的自己较劲，甚至跟命运较劲。这就是我看到的高配老年心态。住的房子总想比儿女的还宽敞一点，穿戴上总想比老伙计们更体面一点，出门一趟总想比隔壁老张显得更风光一点。嘴上说着不在乎这些虚的，可心里那条条杠杠记得比谁都清楚。看上去是挺体面，可那份辛苦只有自己知道。你去医院门口转转看看，多少老人家手里捏着化验单、检查报告，心里七上八下，那才是高配生活背后最真实的代价。易经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叫损而不以必益，益而不以必损。这话说得多明白，该减损的时候你不减，到头来就会被逼着承受更大的损失。该适可而止的时候你拼命加码，最后老天爷会连本带利的收回去。人到晚年其实就是最该主动做减法的阶段，不是要减你的福气、减你的寿命，而是智慧的减掉那些不必要的面子、多余的欲望、虚浮的排场，让自个的身和心都轻快一点，再轻快一点。这个轻是智慧，是修养，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修行。我常劝老朋友，到了晚年，头一件要学会低配的就是物质。年轻时候偶尔挥霍一下，身体底子好，能扛得住，时间也还来得及补。可老了不一样，身体是记账的，而且他还不接受赊欠。你今天多熬一个夜，明天多喝一场大酒，将来都可能要在医院里一针一针、一片一片的还回去。物质上的低配绝不是让你过得穷困潦倒，而是回到够用就好这个朴素的道理上来。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但他们也说知足者常乐，贪得无厌者常忧。你看看国学里那些真正活得长久、活得安然的前辈大家，他们的晚年常常是这样，房子不见得有多大，家具不见得有多名贵，穿的衣服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布衣，可是你看他们精神头十足，气定神闲，那是由内而外透出来的安稳。我记得有人采访一位很有智慧的国学老先生，问他养生秘诀是什么。
老先生就笑了，说：衣服能保暖就行，饭菜能保味就好，房子能遮风挡雨就够了，除此之外的都是多出来的累赘。你看，这就叫物质低配，心灵高配。我还认识一位老教授，学问做得很大，可晚年住的地方特别小。第一次上门的博士生都以为自己找错了门，以为是学校的旧宿舍。屋里头就一张用了很多年的书桌，一张简简单单的床，几把椅子都不配套，剩下的空间全被书占满了。学生看着心疼，就问老师：您名气这么大，干嘛不换套大点、新点的房子，也该享受享受了。老教授听了反而笑得很开心，他说：我啊，这辈子最大的享受就是跟这些书待在一起。这第二件要学着低配的是欲望。有人可能说，都老了还能有什么欲望？吃也吃不多，跑也跑不动，钱也赚不了了。这话可不对。年轻人的欲望是朝外的，表现为想买这个，想换那个。老年人的欲望啊，很多是朝内收的，变成了控制欲，变成了比较心，变成了不甘心。年轻时没得到的东西，老了想一口气补回来；年轻时吃过的亏，老了想一把翻本；年轻时丢过的面子，老了还想找机会赢回来。这样的人表面上可能不再折腾了，可内心那本账一直在算，从来没停。你看看身边有些老人退休金其实不少，儿女也算孝顺，生活在外人看来挺不错，可他们自己呢，整天忧心忡忡，挂在嘴边的话是：万一以后钱不够用了怎么办？万一生大病了怎么办？万一儿女靠不住了怎么办？有点担心是正常的，养老吗？谁不想图个安稳？易经理财反复提醒我们，知止而后有定，有定而后能静。意思是一个人得先明白什么地方该停下来，知道哪些东西是自己不该再去追的，这颗心才能安定下来，气息才能平和下来。晚年要是还跟中年时一个样，听到老李家儿子买了第二套房，心里就不平衡，甚至在钱上面也不肯消停，听风就是雨，拿着养老钱去搞什么高风险投资，该保守的时候不保守，该收手的时候不收手，最后出问题的往往不是钱，而是你的心被这些东西拖得七零八落，再也聚拢不起来了。真正聪明的老人，不是没有了任何欲望，而是懂得检点自己的欲望，懂得给每一个愿望设个界限，画个天花板。比如说，我想要安稳的生活，但不强求儿女非得给我买别墅住；我想要基本的医疗保障，但不要求自己把市面上所有最贵、最全的检查都做一遍；我想得到家人的尊重，但不要求子女事事都必须听我的。把这几条底线在心里画清楚了，整颗心自然就松快了一大截。我见过一些晚年过得不太如意的例子，追根溯源，其实都是从欲望这个口子开始的。有的人年轻时穷怕了，晚年好不容易攒下点钱，就再也不肯让自己受一丁点委屈，吃饭必须挑最好的馆子，出门必须坐最舒服的车，凡事都要摆出我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就该享受的架势。享受生活当然没错，可问题是心里那个我应该的念头越来越膨胀，膨胀到儿女稍有照顾不周，膨胀到觉得社会稍有变化不合自己心意，就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这样的人，他不是活在实实在在的今天，而是活在一连串我应得的幻想里，这也是一种欲望的高配。反过来看，那些真正活得安然自在的老人，对自己是宽厚的，对儿女是体谅的，对眼前的世界是能放下的。他们的要求往往很简单，就那么一两句话：身体尽量别给儿女添大麻烦，自己还有力气就帮家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天气好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下雨天就在家看看书，听听老戏，回忆回忆往事，这样他们就觉得很满足，很好了。这第三件要低配的是咱们的圈子，是各种人际关系。年轻的时候，大家都热衷讲人脉，讲交际，觉得认识的人越多，电话本越厚，人生就越有保障，路就越好走。可到了晚年，咱们再回过头去看，曾经那些热闹的酒局，泛泛的交往，真正能留在身边，还能走得近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朋友圈看起来好像很大，可真到了你需要的时候，比如去医院检查，心里发慌，能有几个人愿意放下手里的事来陪你等你？能在关键时刻帮你拿主意，甚至签个字的人又有几个？到了这个阶段，如果还忙着到处应酬，赶各种饭局，维持一堆虚头巴脑、不走心的关系，
那实在是太浪费自己宝贵的生命能量了。所以晚年一定要学会管理自己的社交，要学会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必逢人就笑脸相迎，不必每个聚会邀请都去，不必为了显得合群不冷场而勉强自己坐在一张根本让你不舒服的饭桌上。再热闹的筵席也总有散场的时候，散场之后留给你的往往只有肠胃的负担和心里的空虚感。一个人真正的修养到了晚年，更多的体现在懂得在什么时候沉默，懂得在什么时候得体的离开。易经里讲独善其身，兼善天下，很多人光记住了兼善天下这4个字，觉得要多操心多管事多结交才算有本事，却忘了前面还有独善其身这个前提。你连自己的身心都照顾不好，吃不好睡不香，整天焦虑生气，你拿什么去善天下呢？先把自个的日子过安稳了，这就是对家庭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人际关系上做低配，还有一层特别重要，就是学会放手。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嘴上说着最关心儿女，可行动上却一点也不肯松手，一辈子习惯当家做主，到了晚年反而抓得更紧。儿女买房子，你要指点选哪里，买多大；儿女教育孙辈，你要按照你的老经验来插手；儿女夫妻之间有点小摩擦，你更是急得不行，非要掺和进去评理。你插手的理由听起来总是很动听，我是关心你们，我是过来人有经验，我是不想你们走弯路。可你去看结果，常常是把小事闹大，把简单变复杂，搞得一团乱麻。为什么呢？因为你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你的人生大局已定，他们的路才刚刚开始。你总想用自己的经验去规划甚至控制他们的生活，这实际上是在用你这一代人的思维和欲望给下一代人增加不必要的负担。这么一来，原本血浓于水的亲情慢慢就变成了压力，温暖的家慢慢就变成了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晚年还在追求关系高配的人，习惯把所有的线头都攥在自己手心里，觉得这样才安全才踏实。而懂得在关系上低配的聪明人，会把握住一条原则：帮忙但不添乱，给建议但不代替做决定，尊重他们的选择，绝不强迫。当你真的能做到这3点，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儿女反而更愿意亲近你，更愿意回到你身边，更愿意把心里的真实想法跟你说说。这最后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低配咱们生活的节奏，低配对自己的要求。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一大把，心里总憋着一股劲，要多做一点，再多争取一点，再多证明一点，好像一天不把自己忙到筋疲力尽，就对不起这大好年华。慢慢的，这种高速运转的节奏成了习惯，甚至成了瘾，到了晚年也刹不住车。有的人退休了，比上班时还忙，一早要打几个电话，上午要参加那个活动，下午要见这个朋友，晚上还有个聚会，不允许自己有一天空闲。一闲下来，心里就发慌，就觉得自己没用了，价值感就没了。你看，这也是一种高配的节奏在作怪。可是身体是最诚实的裁判，你的器官机能在一个一个的自然衰退，你却还要照着年轻时的速度和强度去奔跑，结果就是血压上去了，血糖不稳定了，睡眠乱了套，心神也跟着一刻不得安宁。孔子说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从心所欲可不是让你想干嘛就干嘛，为所欲为。他的深意是告诉你，到了这个年纪，你应该按照自己内心真实的舒缓的节奏去生活，而不是再被外界的节奏牵扯，也不是硬撑着去匹配过去的节奏。易经里有一卦专门讲节制，讲的就是节制，节制用水，节制消耗元气，节制劳累，节制欲望。这个节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度的收束，是让一切回到一种可以长久持续、细水长流的状态。晚年的生活节奏就应该往这个节制上靠，每天不用安排的密密麻麻，反而要有意识的在日程表上留出大片的空白，让生活本身的味道慢慢的从这些空白里生长出来。比方说，早晨醒来，别急着翻身下床，先在床上把身体轻轻伸展开，深呼吸几次，感受一下气息在体内的流动，然后看看窗外的天色，听听外面最早的鸟叫，或者看看阳台上那盆花，今天是不是又有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一种最简单的修行，是跟自己身体和内心连接的时刻。觉得有力气的时候，到家附近的公园、小路上走一走，别跟任何人比速度、比距离，
就按自己最舒服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得踏实，一边走一边可以把这些年压在心里的那些事，像放电影一样，一件一件的在脑海里轻轻的过一过，不执着，不深究，就让它们像云一样飘过去。这也是一种修行。午后如果困了，就找个有阳光的角落，舒舒服服的打个盹。醒来后，不慌不忙的泡一杯淡茶，随手翻几页旧书，不必追求一定要看懂多少深刻的道理，只是在字里行间，让自己的心慢慢的沉静下来，安稳下来。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恰恰是像《黄帝内经》《道德经》这些经典里最推崇、最根本的养老之道、养生之法。很多人一听说修行就觉得特别高深，想到深山寺庙，想到闭关打坐，觉得那不是普通人能做的事。其实对于咱们晚年的人来说，最实在、最有效的修行，恰恰就藏在这些日常生活的减法练习里。吃东西的时候，练习少吃一点，吃慢一点，不用每顿饭都大鱼大肉，不用把各种补药当饭吃，记住每餐6、7分饱的原则，给肠胃留一点余地。说话的时候，练习少说一点，慢说一点，该表达的表达清楚，不该说的话，学会用一个微笑带过去。尤其是那些议论别人、指责晚辈、抱怨社会的话，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琢磨事情的时候，练习少琢磨一点，别钻牛角尖，不要把那些还没发生的、远在天边的忧虑都扛到今天来，压在自己肩膀上。如果你能每天在吃、说、想这3件最平常的事上，有意识的下一点减的功夫，几年下来，你的整个身心状态会轻盈很多，睡眠会安稳很多，连带着人缘都会顺畅很多。这就是最接地气的修行，这就是低配生活能带给咱们最实在的回报。国学里讲人生的几个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咱们晚年的人来说，治国平天下已经不是咱们的责任了，顶多就是在社区里帮点小忙，给后辈们提点建议。咱们真正该下功夫的，就是前头那4个字：修身和齐家。修身就是把自己这一颗心修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宽广，少一点嫉妒攀比，多一点欣赏祝福，少一点斤斤计较，多一点感恩知足。齐家呢，就是在家庭里面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晚年的人最容易犯的一个糊涂，就是把自己不自觉放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上，总喜欢评判家人，给每个人打分，给儿女的生活画各种线。这么一来，本来应该越来越温暖、越来越包容的家，气氛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冷，距离越来越远。那低配生活在家庭里，具体该怎么体现呢？很简单，就是咱们自己主动把标准降低一点，不再用放大镜去看那些生活细节，不再把年轻时那套严苛、挑剔的眼光用在儿孙身上。说到最后，我想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人到晚年一定要过低配的生活这个说法时，第一反应可能是心酸，觉得辛苦了一辈子，到头来还得低头，还得退让。但是谭毅中想真切地告诉大家，真正的低配生活绝对不是被命运压着低头，而是咱们自己把事事看透、想通之后主动选择的一种生命高度。年轻的时候，咱们总觉得多才是福气，有才叫成功，到了晚年才真正领悟，少里面藏着大福气，放得下才是真本事。年轻的时候，我们怕输、怕落后、怕被人比下去，到了晚年才终于明白，能够坦然放下输赢，安心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人生真正的大赢家。易经里说乐天知命，故不忧。这个乐天不是傻乐呵，知命也不是认命服输，他是说你终于懂得了，这辈子该有的已经在你生命里了，不该有的强求也求不来。当你真的把这些都做到位了，你会惊讶地发现，你的人生并没有因此变小、变窄，反而变得更开阔、更厚重了。人到晚年，过低配的生活，不是让你蜷缩在世界的角落，等着时光把你带走。恰恰相反，它像一棵经历了几十年风雨的大树，在冬天来临的时候，智慧地把繁茂的枝叶收敛起来，把所有的力量和养分都用来把根扎向大地深处，扎得更深、更稳。它把有限的阳光和雨露全都用在维系最核心的生命力上。物质上够用就好，欲望上能减就减，圈子上能减就减，节奏上能慢就慢。这样活着，你的外表不一定比别人光鲜，排场不一定比别人大，但你内心获得的安定、自在和从容，会比很多人都要丰盈，都要踏实。当别人还在为了一个高配的外壳而奔波，
焦虑、比较的时候，你已经悄悄地在自己的心里建造了一座宁静而坚固的宫殿，拥有了一个真正高配的灵魂。这就是我今天在康养晚年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核心。聪明人晚年都在过低配的生活，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通往安稳晚年的路径，用最低的物质消耗去换取最高的心灵质量，用最简单纯粹的日子去保住人生最难得、最珍贵的福气。低配生活表面上看是向后退了一步，但实际上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是换回了整个内心的宁静世界。它把你那颗在城市里奔波磨砺的粗糙、紧绷的心，重新温柔地收回来，让它有时间慢慢变得柔软，变得通透，变得充满智慧。很多人以为低配就是为了省钱，其实啊，低配真正省下来的是你的命，是你的元气，是你的福报，是你跟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那份安然自得。你如果留心观察大自然，就会发现它从来不去追求什么高配，树长到一定高度就不会再硬撑着疯狂拔高，而是把力量转向根系，让它更扎实。河流流到平坦开阔的地方，自然会放慢奔腾的速度，变得舒缓而平静。四季更替都是在收敛和释放之间找到最平衡的节奏，把生命维持在最恰当、最可持续的状态。低配生活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的回归。年轻的时候，我们靠拼搏、靠冲刺、靠硬扛，觉得所有问题只要再加把劲、再加个码就能解决。累了就喝浓茶、咖啡提神，困了就硬撑着不睡，情绪上来了就对着周遭发泄一通，好像只要气势足就能撞开生活的每一堵墙。可是当年岁渐长，身体开始用越来越清晰的方式提醒你，肌肉不再像以前那样迅速恢复，缺的觉很难再轻易补回来，心脏负担重了会抗议，肠胃稍微受点刺激就会闹别扭。这时候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身体一直在用最温柔也最坚定的方式告诉你，日子该换一种活法了。所以低配不是退缩，而是换挡，是从追求速度和数量的生命阶段转向讲究韵律和品质的生命阶段，是从不断向外索取、向外证明的生命状态回归到向内关照、向内稳固的生命状态。也有人担心问我，谭老师，过低配生活会不会让日子变得很无聊、很没意思啊？我告诉他，绝对不会，恰恰相反，只有当你真正开始低配生活，你才能有机会去深度体验生活本身的味道。年轻时候的我们其实很少真正的生活过，那时候的很多快乐是刺激性的，是麻醉性的，是靠外在的东西渲染出来的，比如买东西那一瞬间的兴奋，可东西买回来，新鲜感一过就扔在角落。吃大餐时觉得很开心，可第二天肠胃可能就不舒服。认识新朋友觉得很有趣，可几个月后发现没有共同语言，也就慢慢淡了。那种快乐更像是一种冲动，是荷尔蒙的短暂飙升，而不是内心持久稳定的满足。而低配之后的快乐是沉浸式的，是安稳的，是像一杯温润的老茶，出入口可能平淡，但越品越有回甘，香气会从喉咙里慢慢的反上来。你会慢慢的体会到清晨的阳光静静的照在厨房的瓷砖上，那光影的变化就是一种安静的幸福。一本翻过很多次的旧书，再次读到熟悉的段落，那种亲切感和新的感悟，就是一种深层的满足。院子里自己种的那株花，它不紧不慢的按照自己的节奏孕育花苞，然后绽放。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生命在你眼前展开的最美的提醒。年轻的时候，你忙得没空，也没心思去看这些。到了晚年，当你开始低配生活，你才终于有机会静下心来，好好的、真正的活那么一回。低配其实也是一种关乎人生重点的智慧选择。人到晚年，最大的悲哀是什么？是还想像年轻时那样，什么都想抓住，结果却是什么都抓不牢。你想全心全意照顾儿女，可方式不对，反而忙得他们不敢靠近你。你想牢牢守住自己的财产，可越守越焦虑，整天担心。你想维持住外人眼中的体面，可那份体面反而成了捆住你手脚的枷锁。所以低配生活就是在告诉你，你不可能再把整个世界都扛在自己肩上了，你必须学会选择，必须学会只留下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么2-3件事，其他的统统勇敢的放下。有人一定会追问，谭老师，那您说最重要的那2-3件事到底是什么呢？我说，这对每个人来说
答案可能略有不同，但大原则是相通的。第一是咱们的身体，第二是咱们的心情，第三是咱们的核心关系。身体是根本，身体不好，一切都无从谈起。心情是关键，心情不好，拥有再多也觉得痛苦。关系是港湾，关系处不好，家就不安宁，心就无法顺畅。只要你把这3件事照顾得8、9不离10，哪怕你的生活在外人看来是低配的，但你内心感受到的福气和安稳绝对是高配的。我见过很多老人，其实心里明白低配的道理，也想过得简单点，可就是迈不出那一步。他们放不下的往往不是生活本身，而是面子。他们怕亲戚朋友笑话他们越活越回去，怕邻居觉得他们落魄了，怕儿女觉得自己没用了。这些担心说到底都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在作怪，总是把别人的看法看得太重，把自己的感受放得太轻。可是你去看那些真正通透的懂生活的老人家，他们在晚年最不在乎的恰恰就是别人怎么评价。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人活到一定岁数，别人怎么看你那都是别人1分钟的热闹，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怎么对待自己。别人一天里可能只会想起你3分钟，你却为了那3分钟的眼光折腾自己3年都不安生，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啊。我所说的低配绝不是让你消极逃避，而是让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当前的能力边界。年轻的时候我们总相信人定胜天，觉得只要再努力一点，再拼一把就能把命运往上托举一点。可晚年不一样了，晚年的努力主要方向不该是向外扩张向上攀爬，而应该是向内稳固维持平衡。现代人太习惯于依赖外物了，穿衣服要讲究品牌和款式，家具要高档有设计感，手机要最新型号，吃饭要追求精致和排场。外表看起来是光鲜亮丽，可内心里那份自主的力量却越来越弱。低配生活就是让你一点一点的把力量从那些外在的东西身上收回来，重新放回你自己的内心。你不再因为一件东西的贵贱而过度欢喜或沮丧，而是让你的情绪跟着你内心真实的感受走。你不再轻易被别人的言行所左右，而是让你的行动跟随你自己清醒的意志。能做到这一步的人才是真正获得了自由。而晚年最可贵的一种自由，不是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那种自由，而是情绪不被绑架，欲望不被驱使，关系不被纠缠的内心深处的自由。低配生活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好处，就是它能让你重新感受到时间。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赶工作进度，赶着接送孩子，赶饭局，赶着追求一个又一个目标，总觉得时间像贼一样溜得飞快，永远不够用。可到了晚年，最大的福气之一就是时间仿佛变慢了。当你的生活从高配切换到低配，当你从各种纷繁的事物中抽身出来，时间就会以一种你从未体验过的温柔而清晰的方式重新流淌在你的生命里。你会开始发现，原来阳光从窗户的这一头移到那一头需要这么长的一段宁静时光。原来一杯热茶从滚烫到温热再到凉透，这个过程是如此安静，能让人心也跟着静下来。原来一朵小花从含苞到绽放需要如此多的耐心和默默的酝酿。甚至你头脑里冒出的一个念头，它就像天边的云，如果你不执着的去抓住它，分析它，它就会自己静静的飘来，又静静的飘走。这样的时间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有生命质感的时间。它不是日历上被撕掉的页码，不是钟表上冰冷的刻度，而是你生命的河流本身在缓缓流动，是你终于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跳的节奏，感受到呼吸的韵律。低配生活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它能让你活得更接近天道，更符合自然的规律。易经里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常常被误解，以为是要我们一直拼命向前冲，永不停歇。其实不是这样的，自强不息真正的精髓是在你生命的不同阶段，用最符合那个阶段特性的方式去运行，去生长。该发芽的春天，你就努力萌发；该茁壮成长的夏天，你就尽情舒展；该收获果实的秋天，你就从容收割；该休养生息的冬天，你就安然潜藏。这才是顺应天道的自强不息。如果你在冬天还非要拼命发芽，在夏天却想着去冬眠，那就不是自强，那是逆天，是跟自然规律对着干，肯定会出问题。晚年就是咱们人生的冬季，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
不是再去证明自己有多强，拥有多少，而是把这一生积攒下来的福分、智慧、人生经验，用一种温厚、平和的方式回馈给生命本身，回馈给家人和社会。选择低配就是一种最大的顺应，是让自己站到天地运行的那个宏大、舒缓的节奏里去。你知道为什么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少则得，多则祸吗？因为对于走过大半生的晚年人来说，已经不再需要用多来获取安全感了，相反，多到一定程度，只会让你感到迷惑和混乱。你的日程是不是排得越紧凑，你反而越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可是，当你开始尝试减少家里的杂物，减少不必要的社交，减少日程表上的安排，减少心里的种种欲望，你会惊讶地发现，心里头突然变得清亮了，安定了，甚至涌起一种久违的轻松感。这就是低配之后才能抵达的心境，是一种慢慢回归生命本真的安稳，是一种终于不再跟自己较劲，跟世界打架的宁静与平和。我常常跟朋友说，咱们晚年的人要把日子过得像一壶珍藏的老茶，它不是年轻时候那种浓烈刺激的香气，而是需要你用平和的心慢慢去泡，慢慢去品。低配生活就是帮你完成这个转化，从年轻时那杯烈酒，那盏浓茶，变成晚年这壶醇厚温和的老茶。人生这条路越往后走，咱们越要学着增长几分慈悲心，对自己慈悲，对他人慈悲。要学会原谅过去，学会宽恕别人，更重要的是宽恕自己。低配生活的背后，支撑它的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是一种深厚的生活修行，更是一种愿意让生命放松下来，顺应自然的勇气。那么，低配生活的终点究竟是什么呢？是自在，是安心，是所求甚少，是与世无争，是你心里那团曾经熊熊燃烧，照亮别人也灼伤自己的火，慢慢变成了一盏光线柔和、温度宜人的灯。这盏灯不再自烤你自己，也不会刺伤靠近你的人，它只是静静的、稳定的亮着，温柔的照亮你脚下剩下的路，也为你身边的人送去一点暖意和光亮。希望谭一中今天的这番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不要忘记订阅康养晚年，我们下期再见。我常常跟朋友说，咱们晚年的人要把日子过得像一壶珍藏的老茶，它不是年轻时候那种浓烈刺激的香气，而是需要你用平和的心慢慢去泡，慢慢去品。低配生活就是帮你完成这个转化，从年轻时那杯烈酒，那盏浓茶，变成晚年这壶醇厚温和的老茶。人生这条路越往后走，咱们越要学着增长几分慈悲心，对自己慈悲，对他人慈悲。要学会原谅过去，学会宽恕别人，更重要的是宽恕自己。低配生活的背后，支撑它的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是一种深厚的生活修行，更是一种愿意让生命放松下来，顺应自然的勇气。那么，低配生活的终点究竟是什么呢？是自在，是安心，是所求甚少，是与世无争，是你心里那团曾经熊熊燃烧，照亮别人也灼伤自己的火，慢慢变成了一盏光线柔和、温度宜人的灯。这盏灯不再自烤你自己，也不会刺伤靠近你的人，它只是静静的、稳定的亮着，温柔的照亮你脚下剩下的路，也为你身边的人送去一点暖意和光亮。希望谭一中今天的这番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不要忘记订阅康养晚年，我们下期再见。